巡防营、东湖御林，还有他府里的兵。是。怎么办？当下我们该怎么办？恕末将直言，眼下只能靠禁军弃皇城守宫城，等待秦王援兵。大人，请立刻带我进宫，面见陛下。走。将军，将军，巡防营的人来了，你们快走！跟我来。大人，岳将军，老夫为什么不相信你？为什么？快走吧，大人。走。此处进行，请大人留步。胡说！没有内阁的军令，巡防营无权。大人，我要见陛下！我要见陛下！开门！开门！快开门！大人，金大人，这是？老臣求见陛下。哎，金大人，今儿是15，宗室请安的日子，陛下正陪着几位老王爷。哎，金大人，金大人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怎么了，季尚书？莱阳王谋反了！啊！唐统领，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一步，心肠还是放硬些的好。王爷，街面上形势怎么样了？尚且在掌控之中。都给我守住！快！快！都快点儿！大人，陛下调兵的指令已传往禁卫府、南厂兵营、前门外营，并无任何回音。吴大人，轮调禁军未能奉诏，肯定有什么缘故。宫城内现在还有多少人手？吴大人。
陛下不走吗？春军，将军，带岳将军出去。是。岳将军，保重。传令，召集宫内所有人马，集体退守朝阳殿，保护陛下，与逆贼决一死战。是。元将，这什么地方？这是琅琊阁在本地的歌房。徐大哥，请。这是最近我郎州歌坊关于金陵的全部消息，请二公子阅看。多谢。平静，怎么了？徐大哥，我们下山已经晚了。王爷，禁军两营群龙无首，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战力大损，已经被分割缴械。南场兵营稍出了些麻烦，末将已经全部弹压下去了。请王爷放心，有狄将军在，本王从来没有担心过。王爷，宫城四周已经开始合围，里头值守的禁军全部退往朝阳殿，看来是打算顽抗。看他们能抗多久，本王陪他们耗得起。如果兄长还在，又岂会有今日之难？要是长明王还在，也断断不会有今天。
萧元启，你这个叛臣逆贼，陛下待你不薄，你偏要……太后娘娘可认得我？哀家怎么认得你这种叛臣逆贼？在下狄明，乃京城人士，家中世代官宦为朝廷效力，不敢说屡有速功，但至少不是天生的叛臣。你身为皇家羽林主帅，弑君之路未尽臣责，反而辜负君恩，负逆谋反，如此大逆不道之人，有何颜面在此提家中门楣？拜太后娘娘所赐，我嫡氏一门到如今只有我一人活在这个世上，我有什么不能提的？哀家从未见过你，听不懂你这些胡言乱语。那一年，金陵城的疫灾。平静，我不明白你到底在想什么。既然如你所言已经晚了，我们就别在这耽搁了。单凭你我二人，就算现在赶到金陵，又能做什么呢？我身为蒙氏门下，护卫陛下是我的天职，就算是死，也要死在沙场上。荀大哥，就算你有战死沙场的决心，只怕也没这个机会了。为了所谓的你的福分，我大量自民京城百姓，在你们这些贵人的眼中，命如草芥。不，金陵的疫灾乃是夜勤贼人一手炮制，与母后无干。金陵城一场疫灾，病亡近万人，累累白骨，重重冤魂。荀氏，你敢不敢自己站出来，说一句与你无关？你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背叛陛下。你可知当时陛下年幼，他并无过失。只要有你这样的母亲，他便不配为君。当然不能放弃。我一直在盘算的，是陛下到底还有几分生机。那你说说你的结论。母后，陛下，陛下，先帝时常教导你，为君者，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，切不可失皇家的尊严。你不记得了吗？陛下，哀家虽为人蛊惑，却时时酿成了京城瘟疫蔓延，哀家之罪，罪不可赦，自当承担。今日之事，乃天道轮回，善恶得报，陛下不应偏私阻拦，你懂了吗？
今日，哀家愿以太后之尊位长罪，死后不入皇陵，不受祭献。巡视，请你自行了断吧。陛下，荀大哥，你别忘了，萧元启他是宗室近侄，武敬爷的皇孙，日后若能登位，那至少在天下人看来，萧氏江山并没有改变。这是他目前而言最大的优势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会想办法来洗脱他叛乱、兵变的罪名，是吗？你们已经逼杀了太后，还有何怨不平？若不速速离去，将来天下共愤，秦王讨逆之时，你们必定是死无葬身之地。太后虽然死了，萧元石还具有龙位，你让我等如何心安呢？你们还想干什么？自古江山，有能者居之。萧元石幼无教导，受妇人左右，对外不能保全国土，对内不能压服群臣。我要他写下罪己诏书，公告天下，退位让贤。莱阳王乃先武敬爷皇孙，本是龙脉第一宗室翘楚，其力战东晋，匡威国土之功，天下皆知。我等
愿奉莱阳王为主，愿奉莱阳王为主，愿奉莱阳王为主。这个逆贼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。我倒是希望这就是他的打算。如果他真有此意向，那至少陛下还能多活一段时日。细细搜查，先把天子六印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天子之宝早就不在宫中，你刚刚造反的时候，朕就已经派人把天子之宝其中一印带出宫中。朕相信的，即便京城沦陷，朕真的死在你们手中，他也一定会把天子之宝交给值得托付的人。那我倒想知道，谁是你口中那值得托付的人？远在狼牙山的长林王吗？萧元石，以前你高踞在皇位之上，自然人人对你满口忠义，但一旦有了机会，一旦大位当前，人人都和我一样，萧平京也不可能例外。陛下年少登基，朝政常年由内阁主理，皇位尚显不足，更何况还有东海之败。只要萧元启能逼迫陛下公开退位，那极有可能掩盖住天下人的耳目。你我若想与之抗衡，单凭一腔热血，多添几条性命进去完全没有用。此刻当务之急，我们必须要有一支亲王之师。荀大哥应该比谁都清楚，父王当年为了避嫌，从不插手经济周边军务，连边境军服也是用后即还。可是荀首府和许多朝臣还总是不放心。你觉得他们在防备什么？你是说，二公子，消息已经全都递送出去了，这是第一份回音。你去把这封信送出去。是。平静，你又安排了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荀大哥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假如你我许久未见，假如你仍然手握重兵，有一天我突然找到你，告诉你陛下有难，江山有危，但我没有任何凭据，也没有军权，你会跟我走吗？我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相信你的能力，还有你对陛下效忠的决心。令叔父一直在防备的，简单来说就是这个：我长林府护卫北境，可谓一腔碧血，两代忠骨。在天下人心中，这份赤诚和信义，自然有它的重量。你是想要
从此地一路进京，我要单凭长林之名，起兵勤王。京城宵禁，擅自外出征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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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儿，收下吧。我现在唯一能为你做的，就是放你离开这个火坑。等他回来，咱们就没有机会了。你的卖身契，我已经找人销毁了，你可以放心的走。干什么呢？不要再废话了，叛臣、逆贼，老夫宁死也绝不与你们为伍！逆贼、叛臣、逆贼！将军。后街有一处空院子，把他们都关进去，记得按时递送食水。不杀吗？不杀。是。将军，还是没有出城的机会吗？找到了几个薄弱的地方，还要再看看。让你们准备的东西呢？弄到7套羽林军服，还有的富裕呢。将军，就算真的上了兰阿阁，找到长林王，可他手上没有兵啊，能怎么办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他能怎么办。徐大哥，你昨天不是还问我为什么绕到朗州吗？你看，冬青。你原来在等他吗？玉。冬青见过王爷。见过王爷。冬青，你等皆有君职，有前程，此去金陵结局难料，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想清楚。无论世间是否还有民号，身为长林儿郎，自当保佑君主，为家为国而战。请王爷允准冬青随行。请王爷允准随行。二公子，魏将军，二公子，我们把甘州营的长林旧部都给您带过来了。
虽然你经常进宫，但应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吧？知道这是哪儿吗？朝阳殿，天子理政之所。我说过要让你成为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，我没有食言。安如，安如，你不为我，不为你自己感到高兴吗？如果你觉得这就是你此生最重要的东西，如果你觉得它值得你犯下所有的罪孽，出卖所有的良知，那你当然可以高兴，可以得意。但是我感受不到，我一丝一毫都感受不到。那是因为你还没明白，你还没有尝过至尊天下的滋味。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无论萧元氏他愿不愿意，2天之后就是退位大典。安如，你命中注定要成为宫里的娘娘。唱歌起，风转回浪，微微锦绣明堂。忆当年，变成战火万里冰雪茫。人间多邦，月出门宫墙。铁甲罗裙银枪，盘白首如霜。灼灼堂弟，亘古自在华章。宇宙疯狂，何方？林间月明，看层峦叠嶂。寒角金鼓长吟，千骑卷平冈。烈酒
何曾愿悲凉，清平世间香。愿天下从此